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我老公得了白血病，但他的骨髓配型在全球骨髓库里都找不到。请顾安然到白血病科就诊。我瞒着他，私自做了我跟他的骨髓配型。如果配型失败，那他只剩下1个月的寿命。医生，报告出来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真是奇迹啊！真是想不到你的骨髓配型和你老公完全相合。真的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救我老公了？没错。太好了，职业有救了，我可以救职业了。我现在就叫我老公过来做骨髓移植。你刚抽完骨髓液样本，还很虚弱，需要补充营养。光吃馒头怎么行啊？我想为我老公多攒攒钱。我要提醒你一句，骨髓移植对你伤害是不可逆的，而且有生命危险。没关系，当年我老公救了我的命，现在他生病了，只要能救他，冒多大的风险我都愿意。请您尽快安排手术吧。好吧，我下午就给你们安排。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之前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职业，你快来医院，我在3楼等你，我有好消息要和你说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哥，顾安然让你去医院，她不会是生病了吧？不会的，她在家伺候我们全家，还兼职打3份工都没事，怎么会有病呢？可听他语气这么着急，万一他得了什么重病？我早就跟你说，1分钱彩礼都不要的女人，能是什么好货？你想多了。他不要彩礼，是因为当年我把他推下河，又把他救上来。此后因为救命之恩，他就一直对我言听计从。那要是他真得病了，你可得赶紧跟他离婚。他顶多也就是一个小感冒，花10几块钱吃点药就好了。他既能干家务，又能给我赚钱。我因为个感冒和他离婚，不是亏大发了吗？他要是生重病了缠着你怎么办？不行，保险点，我得把爸妈也叫上。哥，顾安然说他在3楼，这里可是重病区啊。难道他真得了什么大病？老公，你到了吗？你确定你是在3楼重症区吗？是的，我马上出来找你哈。他从白血病科室走出来的，顾安然他竟然得的是白血病，这病可是无底洞啊！哥，你可不能因为他一辈子都搭进去。顾小姐，你想没想过，如果得白血病的是你，你老公是否会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？之言那么爱我，如果是我得白血病了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为我捐骨髓的。之言，你终于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之言，顾安然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瞒着我！原来你都知道了。没事的，之言，只要我们共同面对，就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病魔。什么？你是说你还想治疗？当然了，你相信我，一定会治好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
这可是白血病，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就算侥幸治好了，也是残疾，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。这样，我在我老家村里找一个养老院，以后就安安静静住在那儿，好吧？现在你就跟我走。之燕，你别怕，你忘了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有好消息告诉你。好消息？还能有什么好消息？这是医生刚刚给我的报告。什么？白血病骨髓配型检测？没错，我们的骨髓配型成功了，只要做骨髓移植，白血病就有几率治愈。哥，他竟然私自和你做了骨髓配型！之燕，我确实是瞒着你做的。上个月体检，我让医生保留了你骨髓样本，但是你知道非血缘全相合的概率有多低吗？医生刚才告诉我，在全球的骨髓库里都找不到呢。我们真是天生一……够了！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屁话！你刚才说的好消息就是捐骨髓，让我以命换命是吗？啊！之燕怎么会是这个反应？难道他是不想原谅我？之燕，你别担心，捐骨髓是有点风险，但总不至于没命的。你还想跟我哥做骨髓移植手术？你做梦！你怎么，哥？他打你是应该的，她是我妹妹，看不得有人这么害我。谁害你啊？之燕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顾安然，你还跟我装傻？你不知道捐骨髓有多大伤害吗？你不知道这些伤害都是不可逆的吗？当然都知道了。做骨髓检测的时候，医生都提前跟我说过了。但是我为了你，我愿意去冒这个风险。你还好意思说为了我？你真为了我就不该做这个狗屁骨髓配对检测，更不应该来医院治疗。你应该回家躺床上慢慢等死，明白吗？之燕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怎么都听不懂呢？请顾安然小姐和傅之燕先生做好准备，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之燕，叫我们名字呢？快走吧，我们快去手术室吧。什么？你竟然已经把手术安排好了？当然是越早手术越好啊。傅之燕，你看一下。我不看。之燕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顾安然，你别以为做了这个狗屁报告就能让我上手术台，别痴心妄想。我痴心妄想？之燕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顾安然，你离我们远点，我们傅家要商量一下。之燕在和爸妈在商量什么呢？是在担心我吗？爸妈，你们来医院是担心之欢吧？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你把我儿子往火坑里推，还舔脸说照顾他。今天有我在，你别想和我儿子做手术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别管我们叫爸妈，少和我们套近乎。本来以为你不要彩礼还挺好的，果然是便宜没好货，不仅短命，还心黑。我们傅家娶了你，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我们家之燕这么优秀，现在竟然就要变成二婚了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！当初我哥就不应该找身体这么差的，真是丧门气。之燕，你们这是……你别张嘴之燕闭口之燕的，之燕现在不是你叫的。拿50块钱，你自己去买点营养品，也算我们傅家对你仁至义尽了。顾安然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拜托你有点自尊，听我哥的话，去找一个养老院自生自灭，别拖累我哥，行吗？原来你们认为得淡血病的人是我。之燕，你听我说。还听你说什么？我傅之燕真是看错你了，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自私自利。傅之燕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。
我拼了命为你做这一切，你居然说这是阴谋？不是阴谋是什么？你明知道捐骨髓有多伤身体，还要害我！我刚查过，骨髓捐献要连打5天动员针，骨头缝里像不像刀割一样疼，痛不欲生，还要躺采血机上至少5个小时，手脚会抽筋，一旦引发气胸，要从颈部紧急插管。最危险的是脾脏，术中随时可能破裂，大出血。大出血，当场没命！顾安然，你明明这么凶险，还敢逼我儿子做手术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个毒妇，你想害死我儿子！你这个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！傅之言，想不到我在你眼中竟然是个毒妇。我说错你了，捐骨髓明明这么凶险，轻者残疾，重者没命，你还让我捐？如果我得了白血病，你会为我捐吗？你肯定不会，而且你也会跟我离婚。也会。傅之言，你是已经准备和我离婚了是吗？不然呢？你都得白血病了，我还怎么和你过啊？如果我得了白血病，我也会主动跟你离婚的，绝不会拖累你。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。顾安然小姐，请您支付骨髓移植的手术费用50万元。傅之言，你刚才打我那巴掌，我现在不跟你计较。你要和我离婚，我也可以同意。先把手术做了，好吗？这是我儿子的钱，你不能刷。我儿子辛苦赚的钱，不是给你看病打水漂的。这张银行卡里的50万，都是我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，准备当做手术费的。这里面没有你儿子1分钱。傅之言，你再怎么无理取闹都可以，但是这药你不能退。如果退了，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我不管什么最佳治疗时机，你现在赶紧给我退了！就是你跪在地上求我，这手术我也不会做的，我绝不会后悔。那你们还支付骨髓移植手术费用吗？支付个屁！有50万干什么不好啊？都够盖3层大房子了，给这个快死的人做手术，不是纯纯的浪费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哥，他竟然瞒着你，偷偷攒这么多。他说什么攒？之夜，你妹妹说的对，快点检查一下你们家所有的银行卡、存折之类的，看看有没有少钱，不能让他偷转出去1分钱。我们最大的存单280万，上周都居然全被花完了。都买了伊玛希尔。伊玛希尔是什么东西？那是治疗白血病成功率最高的靶向药。你个败家子儿，花那么多钱买这种药，就是钱。是我找了很久才从欧洲买到的，今天他们就可以发货了。顾安然，赶紧把什么狗屁靶向药都退了，听到没有？你私自动用上百万的家庭存款，这可是犯罪！你要不退的话，我就报警抓你去坐牢。我为了买到这款靶向药，找了各种渠道，抢了整整3个月才抢到的名额，而且用光了我所有的积蓄。你现在要报警抓我坐牢？我再说一遍，是坐牢还是退药？傅之言，你再怎么无理取闹都可以，但是这药你不能退，如果退了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我不管什么最佳治疗时机，你现在赶紧给我退！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啊！这个女人早就确诊白血病了，一直装健康人骗婚，现在还想骗我儿子捐骨髓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黑心的女人？她不仅想骗我哥捐骨髓，还私吞了我们家280万存款买，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我的天，还有这种人，看着挺憔悴的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歹毒，竟然骗婚骗骨髓！280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这男的也太惨了，娶了这么个丧门星。就是啊，自己病了还连累无辜人，赶紧把钱退给人家，不然就报警抓你！退钱！退钱！退钱！我没有骗婚，我没有病。不是骗是什么？你还敢说你没病？你没病穿病号服干嘛？而且我和我哥眼睁睁看着你从白血病科出来的，难道是演戏给我们看？傅之言，你就看着他们这么污蔑我吗？你说句话！你要我说什么？你这是罪有应得！你人都要死了，你乖乖认命不好吗？
又要手术又要吃药，还花280万，你这条贱命值280万吗？连280万的零头都不值，赶紧把钱退给我，快点儿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把药退掉。早该这样了，赶紧退！你好，请把我们订购的伊玛斯尔退掉。没错，我不需要。退款成功！哥，你可太厉害了，差点就让这个丧门星把咱们家的家底儿都败光了。280万啊，够给你娶10个健康媳妇儿了。我的儿，幸好你发现的早，不然被他榨干了积蓄，还要赔上半条命，我们傅家可就真完了。现在280万在我手里，你一分都别想拿走。最后通知一次顾安然小姐、傅之燕先生到手术室准备进行骨髓移植。傅之燕，你现在还有时间补交手术费。你刚才逼我把靶向药退了，治疗白血病唯一的方法就是骨髓移植了。我为你约了全国最好的专家，他们现在都在手术室里等着你呢。哼，得白血病的是你，又不是我儿子，我们着什么急呀？先给我进手术室再说。够了！顾安然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全国最好的专家来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全世界的专家来了，我也不会手术的。傅之燕，不做手术就只有1个月的寿命了，到时候真的来不及了。什么？你只能活1个月了？那你手不手术还有意义吗？你赶紧去告诉医生取消手术。你就能活1个月了，不早说，好让我们提前联系殡仪馆啊！我现在就联系，得抓紧办丧事，把家里的7大姑8大姨都叫上。晴晴，把你同事同学也都叫上，好好收一笔领金。哥，那收的份子钱能不能给我买 LV 啊？我想着好久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们现在误认为我得了白血病，不但不给我治疗，让我去养老院等死，居然还想着办丧事赚钱，你们真是不扎进我身上最后一分钱不罢休啊！顾安然，你人都要死，换点钱给我妹妹买个包不是挺好吗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傅之燕，得白血病的人是你，快死了的是你。你5年前就得了白血病，我攒了5年的工资，省吃俭用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就是为了捐骨髓救你。什么？现在又变成我得白血病了？顾安然，你为了骗我上手术台，也不用撒这种谎吧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谁要你救？我儿子身体好得很，用得着你这个病人瞎操心。就算我哥真得了白血病，我和我爸妈作为血亲都可以救我哥。轮不着你来捐骨髓做好人。我儿子万一有事，我第一个救他，绝不会找你这个毒妇。好。患者傅之燕，这是你的病危通知书，抓紧缴费做手术。什么？这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我的名字？我怎么可能得白血病？我儿子健健康康，怎么会有病？真是胡说八道！得白血病的是顾安然这个毒妇，你们这么大的医院，怎么连名字都能搞错呢？我们反复核对过信息，确诊白血病的人就是你，傅之燕。傅之燕，这张病危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你的名字，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？你现在必须要马上入院做手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顾安然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是你串通医院做的假报告，就是为了骗我上手术台，好给你捐骨髓。你真是好歹毒的用心啊！好你个顾安然，你看我儿子不同意给你捐骨髓，你就联合医院骗我们得病。全天下怎么有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？这张报告上可是有医院的公章，我怎么能做得了假？你还敢狡辩？你以体检的名义来蒙骗我做骨髓配型检测，这就是诈骗！医生，你们不要被顾安然骗了，我要举报他，他侵犯我的隐私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骨髓配型实验，所以这个报告是非法的。对，医生，
是这个毒妇一直在背后搞阴谋诡计，就是想骗我儿子上手术台给他捐骨髓。医生，我看应该马上报警，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顾小姐，你做骨髓配型测试是没有经过傅先生同意吗？是的，怕他接受不了，只是告诉他做体检。医生，你都听到了，他就是为了一己私欲，自私自利，赤裸裸的一个骗子。傅之燕先生，既然你的报告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法律问题，那我宣布你的病危通知书作废。医生，你没有让这个毒妇阴谋得逞，真是太英明了。顾安然，连医生都不帮你了，我看你还怎么骗我的骨髓？这张病危通知单只是手续有问题，但并不是假的。检测的确实是你骨髓，你得白血病就是事实啊！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够了！你当我是3岁小孩这么好骗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得白血病的人什么样？他们每天流鼻血，我为什么这么健康，从来就没流过鼻血呢？哥，之燕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鼻子……这是白血病晚期的症状，快，要抓紧时间抢救！抢救个屁！我就是没吃早饭而已。谁没出过笔呀？我儿子一会儿就好了。儿子，抬头！顾安然，你别趁机在这里危言耸听。我哥流鼻血只不过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跟白血病有什么关系？这血怎么越擦越多啊？奇怪，普通人流鼻血自行按压5到15分钟就可以止住了，而白血病人流鼻血，因为血小板极低，导致出血量大，很难止血。你以为自己是白血病专家吗？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育我们？夫人得病这5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搜集白血病护理知识，我已经算得上半个白血病专家了。你们再不叫医生止血的话，他马上就会因为失血量大陷入昏迷的。少废话，我的血马上能止住了。你少吓唬我儿子，我儿子才不需要医生呢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医生在哪儿？你这个乌鸦嘴，乱说什么？我儿子晕倒都是你害的。之燕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不饶了你们。快走抢救室！医生，我儿子怎么还没醒呢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这是失血性胸破，要不是医生给紧急做了止血，估计就要直接转 ICU。胡说！你怎么还在这儿胡搅蛮缠？儿子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会在病房里？我记得刚才不是在走廊吗？哥，你刚才鼻血一直止不住，直接失血过度晕倒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目前检查结果显示，血糖和血压都比较低。你之前有什么征兆吗？我儿子之前健健康康的，什么状况都没出过。医生，你不会也要告诉我，我儿子年纪轻就得了白血病吧？以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，不能确认就是白血病。妈，你担心什么呢？低血糖就是没吃早饭造成的。要是所有人低血糖都是白血病，世界上早就白血病泛滥了。对呀，他今天早上确实没吃早饭。如果你们还不相信傅之燕得了白血病，可以直接去做个骨髓穿刺。顾安然，你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，你还跟我装傻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你美名其曰给我做骨髓穿刺化验，其实是想趁机里抽我的骨髓给你治病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她这种女人，要是之夜真得了白血病，我早就卷财产跑了，还能这么好心留在这里？你真是卑鄙无耻的贱人，处处想害我哥！傅之燕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信不信只能由你们了。我竟然嫁了这样冷血无情的人家，这个废物，肯定找个地方偷偷哭去了。就是哭死都没人给他收尸，
正好我把嫣嫣肚子搞大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她死了，刚好给嫣嫣腾地方啊。一会儿就给妍妍打电话，把她接到家里来。顾安然5年了也没给你怀一个种，真是没用。妈，嫣嫣怀孕了，趁着顾清然还活着，让顾嫣然伺候嫣嫣多好，也省1个月保姆钱呢。这个主意好，反正等她1个月之后死了，嫣嫣也差不多该生了。你们真的不再做个骨髓穿刺确认一下吗？李血出血量这么大，不像是……行了，别演了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，目的就是骗我儿子的骨髓。真是晦气！走走走，以后没事还是别来医院。好久没有晒过太阳了。自从知道了傅之叶白血病的消息，我就一直在拼命打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你老公得了白血病，要治疗的话，需要很多钱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医生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要把他治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费用凑上的。您的餐到了，请您开门接一下。打工结束后，回家还要照顾傅之叶，收拾家里。没事，我们尽情的喝，有我老婆收拾呢。我一直想着，我这条命是傅之燕救回来的，所以知道她生病之后，一心只想挣钱给她治病，早就忘记了享受生活。之燕，你是想通了吗？只要你肯做骨髓穿刺，我一定回来。全家人都等你一个人吃饭呢。他怎么突然喊我回去吃饭？难道是他们相信是之燕的病，想要我回去捐骨髓了？不是说全家人等我吃饭吗？是等你吃饭，全家人都在等你做饭。你不做饭，我们吃什么？安然姐，你别生气，之燕也是怕我累着，想着你在家也没事儿，就让你帮忙做口饭，我不挑的，清淡点就好。傅之燕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们家？他和我什么关系？我们还没正式离婚呢，你就这么快找别的女人？顾安然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什么叫别的女人？这可是我嫂子。而且嫣嫣现在怀了我们傅家的骨肉，可是我们傅家的大功臣。骨肉！你吵什么吵？别吓到我和嫣嫣的孩子。傅之燕，你告诉我，她是什么时候怀孕的？哦，那天说起来还特有纪念意义，就是7个月前，在你生日那天。我生日那天。你怎么才来？走，我这就带你去买好看的衣服。傅之燕，我说你那天怎么突然好心给我庆祝生日？原来你竟然是为了和他做那种事！要怪就怪你自己蠢好吗？这1年你竟然一点都没察觉。我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外面拼命赚钱养家，傅之燕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妈！我还敢怪我？你嫁给我赚钱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有你也不看看你这一副黄脸婆的样子，如果你和嫣儿一样这么有魅力，我还能出轨吗？你这个丧门星就只能活1个月了，难道非要等你死了之后再让我儿子现找吗？真是一点事理都不懂。傅之燕，得白血病的是你，我要说多少遍你们才会相信呢？你还想蒙我？我身体不好，嫣嫣能怀孕吗？哎呀，叔叔阿姨都在呢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知道了，就你厉害。你信不信我还能再让你生3个？顾安然，你跟着我哥5年都没怀一个种，还说自己没得白血病。就是，妍妍这肚子里可是我们傅家独一份的种，金贵着呢。阿姨，你别生气，大不了我自己去煮点泡面吃，也没事的。妍妍，你别管，以前让你在外面吃苦已经是委屈你了，现在绝对不能让你再受苦了。听见没有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今天必须给嫣嫣炖个排骨汤补补身子。顾安然，反正你也没多少日子，
临死前照顾好嫣嫣，也算你为我们傅家做了最后一点贡献。我们也不枉费跟你夫妻一场。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，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还让我伺候她。嫣嫣姐怀了傅家的孩子，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赶紧去做饭，要是敢慢待了嫣嫣，让她跟我在一起，我饶不了你。知燕哥，你们别跟安然姐吵了，万一气到她，我怕她的病情会恶化。他病情恶化关我们什么事？一个将死之人还敢摆脸色？今天这饭他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这5年活得像个笑话。这饭谁爱做谁做。摆什么臭脸？一个快死了的人还敢耍脾气？要不是看他还能做口饭，早把他赶出去了。别理他，因为这个贱人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我现在就去教训他，替你出气。知燕，别去了，我去跟安然姐道个歉吧。毕竟是我突然来家里，惹她不高兴了。要是她肯好好做饭，我受点委屈也没事。看看嫣嫣多懂事，哪像那个顾安然，心肠比石头还硬。你别怕他，有我们给你撑腰呢。安然姐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几句话。安然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来打扰你的。是知燕和叔叔阿姨非要让我来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要是你不喜欢，我现在就走。柳如烟，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既然敢来，就该知道我是什么态度。安然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怀了知燕的孩子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我没想过要跟你抢什么，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。名分？你破坏别人的家庭还想要名分？傅知燕既然敢跟你在一起，怎么不敢光明正大的跟我离婚？无非是觉得我还有点利用价值，还能伺候你们罢。安然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我怀了孩子，可你也不能推我的肚子啊！我的孩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如烟，妍妍，妍妍，你怎么样？肚子疼不疼？是不是顾安然对你做什么了？知燕，你别骂安然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来惹她生气，她只是一时激动推了我一下，不怪她，千万别怪她。顾安然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嫉妒嫣嫣怀了傅家的骨肉，第二还敢推她的肚子，是不是想让她一尸两命才开心？我没有推她，是她自己故意往我身上凑，栽赃嫁祸我。栽赃嫁祸，顾安然，你要点脸吧！我嫂子都疼成这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明明就是你嫉妒她，看她怀了孩子，心里不平衡才对她下手的。你这个丧门星，自己活不了多久，还想害我们傅家的金孙！我告诉你，要是嫣嫣和孩子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拼命！傅家真是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么个心肠歹毒的女人。知燕，我没事，你别跟安然姐吵了，我真的没事，就是有点吓着。顾安然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嫣嫣就是这个家的女主。你要是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死了都不安生。现在赶紧滚去厨房做饭，要是嫣嫣吃不好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顾女士，你的蔬菜沙拉。谢谢。顾安然，我让你下厨做饭，你就订外卖糊弄我们是吧？把我的外卖给我，这是我给我自己订的。你居然还订什么蔬菜沙拉？你得了白血病不能吃肉，就让我们一大家子跟着你吃素。我哥年轻力壮的，就吃这些东西，连基本营养都跟不上。你就是存心想饿着我和嫣嫣的孩子是吗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哥吃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饭我不吃了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阿姨妹妹，你们别怪安然姐，她没有和知燕哥一起长大，怎么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呢？我是和知燕哥从小朝夕相处的，他的喜好我都清楚极了。我订的外卖马上就到了。
看看我买什么了。烧烤和啤酒。妍妍，还是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真是幸亏有你在啊。你看妍妍，再看看你，连订个外卖都不知道订什么，还能干什么？熏烤类食物和酒精都会让你的体质越来越差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想多活几天，就不要吃这种东西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哥吃点烤肉，喝点酒，身体怎么会不好呢？你以为我哥像你一样得白血病啊？迟燕哥，是我的错，我忘记安然姐得了白血病，吃不了这些，对不起。别管他，他无非就是嫉妒我身体好，能吃能喝罢了。顾安然，我现在就在你面前痛痛快快的吃。嫣嫣，还是你会照顾人，有你在，我放心多了。没错，你比那个丧门庆真是强太多了。志燕哥，你老婆都快死了，你还让她伺候咱俩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有什么残忍的？这叫做废物利用，而且让他死前做点好事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妍妍，你尽管的使唤他，他得了白血病，一直惦记我的骨髓呢，不敢不听我的。妍妍，有那个贱人伺候着我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快活快活。傅之燕，你现在不能抽烟喝酒。顾安然，你干什么？没看到我正嗨着吗？赶紧把音响给我打开。傅之燕，我只跟你说一遍，你现在不能抽烟。抽烟有害健康，用你说啊？顾安然，我现在心情挺好，你别找事儿啊。安然姐，哪个男的不抽点烟啊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之燕哥跟你过日子真是太别扭。傅安燕，我提醒你最后一遍，你现在身体免疫力低，你刚吃了烧烤，喝了酒，现在又抽烟，身体根本扛不住，会引发肺部感染的。肺部感染？顾安然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整天就盼着我出事是吧？巴不得我跟你一样躺医院里，好骗我的骨髓，你就是在诅咒我。安然姐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志燕哥身体好得很呢，哪能那么容易就感染？昨晚上他那精神头，差点把我腰都折腾断了，这身子骨比18岁小伙子还硬朗。听到没有？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我刚才抽了2包烟，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。你说我肺部感染？我就算抽一晚上也不咳嗽一声。水，快拿水来！志燕哥，你怎么了？志燕哥，水来了。算了，看在你就剩1个月可活的份上，我再救你一次。喝了吧，能稍微缓一缓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地上怎么全是血？之燕这是怎么了？妍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之燕怎么会弄成这样？糟了，他爸妈要是知道是我陪着志燕哥抽烟喝酒，肯定要怪我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这事必须推到顾安然身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刚才可把我吓坏了。安然姐不知道怎么了，非要逼着志燕哥抽烟，说什么抽了烟身体才好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志燕哥拗不过他，抽了没一会儿就开始咳嗽，还咳了血，摔了杯子。我逼着他抽烟，幸好我赶紧去厨房炖了梨水汤给志燕哥喝，他喝了之后才稍微缓过来，累得睡着了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真的尽力拦着安然姐了，可她根本不听我的。顾安然，我儿子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还要这么害我儿子？就是呀，安然姐，你现在是志燕哥的妻子，你不但不照顾他，为什么还要害他呀？你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的，敢说我的梨水汤是你做的？你连厨房的火怎么开都未必知道，也敢抢这个功？安然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只是看你不舒服，想帮你分照顾志燕哥的责任，没想到你还反过来冤枉我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妍妍怀着我们傅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的，肯进厨房给之燕熬汤就不错了。你倒好，自己心肠歹毒，害了之燕，还想抢妍妍的功劳。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肯定是你看自己活不长了，想拉着之燕一起垫背，逼着她抽烟。5年的付出换来的不过是一次次的误解和污蔑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
不过是念着那点救命之恩，想还完罢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等我还完这份恩情，我就彻底离开这里。阿姨，志燕哥还在睡，我看着他，你和叔叔先去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我再叫你们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辛苦你了。那我们就先去房间了，有事一定喊我们。顾安然，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，不如就让你死得再快一点，到时候这富家太太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白血病人不能吃什么，一定要找些能让他病情快速恶化的东西，让他早点咽气。谁啊？大清早的敲门。你好，请问是顾安然女士吗？您点的三文鱼刺身到了。好你个顾安然，我们全家跟着你受苦，你倒好，自己偷偷点三文鱼这种高档货吃。我没点外卖。没点，这订单上写着你的名字，还想狡辩？顾安然，你可真行啊！平时让你做点饭都推三阻四，背地里倒挺会享受，拿着我们的共同财产给自己买三文鱼吃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志燕哥，你别生气，可能是安然姐太饿了才点的外卖，她身体不好，吃点好的补补也是应该的。柳如烟，这外卖是不是你点？安然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怀着孕，怎么会特意给你点三文鱼呢？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喜够了欢吃这个。你还在这演什么演？订单上写着你的名字，不是你点的，难道是他自己长出来的？我没点，信不信随你。好，你不吃是吧？那正好，我替你吃了，省得你一个将死之人浪费粮食。志燕哥，这是安然姐点的，你吃了她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他不高兴又怎么样？他吃我们的用我们，点份三文鱼还藏着掖着，我吃他的怎么了？傅之燕，你不能吃，吃了你会后悔的。顾安然，你有鬼叫什么？傅之燕，我刚才说过了，白血病人不能吃三文鱼，你要不想肚子疼的满地打滚就不要吃。你自己不能吃，还不让我吃吗？安然姐，三文鱼对于你这个白血病人是毒药，但是对于我之燕哥这样健康人来说，可都是优质蛋白。他吃了只会补充营养，怎么会肚子疼呢？什么不能吃？我看你就是纯粹嫉妒。这三文鱼新鲜的很，味道好极了。我看你就是怕我吃了补身体，断了你片骨髓的念头。糟了，他怎么真的全吃了？这三文鱼是给顾安然准备的，傅之燕要是全吃了，我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？怎么样，顾安然，我吃了这么多，不也没事吗？你就是想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别说这点三文鱼，就算再吃10份也扛得住。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三文鱼明明是新鲜的，怎么会肚子疼？柳如烟，原来如此，你以为得白血病的是我，想让我早点死，好顺理成章的嫁进傅家，所以特意给我点了三文鱼这种生灵海鲜，想让我引发感染，加速病情恶化，对吧？不是的，安然姐，你别胡说，我没有，这三文鱼就是普通外卖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没有。那你刚才为什么看到傅之燕吃了三文鱼会这么慌张？我千算万算，没想到傅之燕误以为是我点，抢着全吃了，是不是？疼，好疼，快救我！安然姐，你别说那么多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他疼成这样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还能怎么办？打120救人啊！志远，婉儿，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之燕怎么突然就晕倒了？是不是顾安然又害她了？叔叔阿姨，是安然姐，她买了三文鱼，不知道在里面下了什么毒，志燕吃了之后就肚子疼的不行，还晕倒了。不是下毒，是因为他吃了生三文鱼。他是白血病人，免疫系统本就低下，生三文鱼里的病菌会直接引发严重感染，才会腹痛休克。
顾安然，你这个毒妇，竟然给我下毒！我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！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先去做骨髓穿刺，确认病情后，我立刻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志燕哥，签，赶紧签！只要做了骨髓穿刺，就能证明你没病，还能马上和这个毒妇离婚，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好，我去做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顾安然就是个蛇蝎心肠的骗子。妍妍，幸好有你在，不然志燕这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阿姨，您放心，志燕哥身体这么好，肯定没事的。等做完穿刺，我们就赶紧和顾安然离婚，再也不让他祸害我们了。穿刺我已经做了，现在可以签离婚协议了吧？我1分钟都不想再见。可以，在这里签字吧。志燕哥，快点签，签完我们就解脱了。傅之燕，我提醒你，骨髓配型我们是完全相合的。如果不签这个字，我还能救你；签了这个字之后，我们以后就再也没关系，我也不会捐骨髓给你。你想清楚了？谁要你救，我就算死，也不会求你这个毒妇。傅先生，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什么？白血病晚期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是不是检查错了？误诊？对，一定是误诊。我们用仪器筛查了3遍，不可能出错的。顾安然，是你！你骗了我们这么久！你早就知道我得了白血病，却一直不告诉我们，你就是故意的！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我骗你们！从始至终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。我从一开始就想给你捐骨髓，想救你的命，是你们自己眼睛瞎，心也瞎，一口咬定得白血病的是我。你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臆想，也不愿意相信我的一句话。你别狡辩！那时候在医院，明明是你从白血病科的诊室里走出来的，你还穿着病号服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不是你得病，还能是谁？那身病号服，是因为我要给你做骨髓配型检测。你以为你的骨髓配型是怎么来的？全球骨髓库里都找不到和你相合的骨髓，我是你唯一的希望。什么？你是为了给我配型？我从诊室里走出来，是因为刚拿到配型成功的报告，满心欢喜的想告诉你，你有救了，我可以救你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迎来的不是你的感激，而是你们一家人的污蔑、打骂，还有你迫不及待的离婚。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安然，我们错了。妍妍，你别走，你怀了我们傅家的孩子，志燕现在这样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们呀！放开我！你们傅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怀孩子怎么了？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你们傅家的？早知道傅之燕是个白血病晚期的病秧子，我当初根本就不会靠近她。你们一家子真是缺德，明知道自己儿子得了绝症，还瞒着我把我骗到手，想让我给你们傅家生娃，还想让我伺候一个快死的人，你们这不是骗婚是什么？妍妍，算阿姨求你了，之燕她只是病了，会治好的。我们傅家以后肯定好好待你，所有的家产以后都是你和孩子的。是啊，妍妍，你别撒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肯定能把之燕的病治好的。你可不能走啊！治好？白血病晚期能治好吗？它就是个无底洞。我可不想把自己的青春和钱都砸在一个死人身上。妍妍，你别走，顾安然的骨髓和我全相合，他能救我，我能治好的。只要治好了，我们就结婚，我好好对你和孩子。要是傅之燕真的能治好，那傅家的家产还是能落到我手里。要是治不好，到时候再走也不迟。行，
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你要是能让顾安然捐骨髓把病治好，那这婚我就结，孩子我也生。要是治不好，那咱们就两清。我带着孩子走，我们傅家的事我再也不管。护士同志，快，我们办骨髓移植的手续，给我儿子傅之言做的。骨髓捐献者是这位顾小姐，我们现在就缴费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手术费一共50万元，确认缴费吗？确认，赶紧扣，这样能救我儿子，多少钱都没问题。行，快点签这儿。签这儿。安然，快签，赶紧签，签完我们马上进手术室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耽误时间。顾安然，你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哥都这样了，你赶紧签字。护士，签好了，都签好了，赶紧安排手术吧，越快越好。抱歉，傅先生，骨髓移植的前提是捐献者本人自愿同意。这份同意书上，顾小姐写的是否？没有捐献者的自愿同意，我们不能进行任何骨髓移植手术。不可能！你明明签字了，顾安然，你为什么写否？你都签了名字了，为什么不同意？傅之叶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安然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你忘了吗？你当初拿着骨髓配型报告跟我说，我们骨髓全相合，是天生一对。你还说为了救我，冒多大风险都愿意，这些话你都忘了吗？是啊，安然，你当初那么善良，为了之夜没日没夜打工攒钱，还愿意捐骨髓，怎么现在就变了？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救救之燕吧！你当时那么坚定，说一定要救我，现在怎么能反悔呢？我的配型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傅之燕，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说的吗？你说捐骨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，轻者残疾，重者没命。你还说白血病是无底洞，就算侥幸治好了，也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。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付出这么多？这男的也太有意思了吧！人家姑娘当初愿意冒生命危险救他，他倒好，说人家是害他，现在自己得了病，又逼着人家捐骨髓。这男的当初说白血病是无底洞，治好了也是废物，让人家姑娘自生自灭。现在轮到自己了，倒盼着人家救他，真是双标狗啊！安然，我知道你是一时气愤，我当初也是被吓坏了，才说的那些混账话。我知道你本性善良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吧？傅之燕，你别再演戏了，你不过是想让我捐骨髓救你的命罢了。你的爱从来都是假的，自私才是真的。安然，我当时是真的懵了，我太害怕了才会说那些混账话。你相信我，我发誓，要是你真的生病，我肯定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，拼尽全力救你，绝不会不管你的。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傅之燕，你忘了3年前的冬天了？之夜，我被车撞了，好疼，你快来救我！正打游戏呢，忙着呢，多大点事儿，自己找个药店处理一下不就行了？别耽误我上分。喂，喂，这里有人出车祸了，地址在大浪街道，你赶紧派人过来吧。我后来被路人送到医院，缝了15针，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床。
那段时间你从来没去医院看过我一次，甚至没问过我一句。你现在跟我说我生病你会无微不至照顾我，傅之燕，你自己信吗？傅之燕，你自己信吗？原来还有这种事儿，人家姑娘被车撞了求救，他居然因为打游戏就不管人家，这也太冷血了吧！亏他还好意思说会照顾人家，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心。姑娘可千万别心软，救了他也是白眼狼。安然，你记错了，我当时不是故意挂你电话的。那天我早上没吃早饭，低血糖晕倒在电脑前，根本不知道你后来还打了电话。你看你身上这件衣服，还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礼物。我要是心里没你，怎么会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？是啊，安然，这件衣服多好看啊！之燕心里一直有你，不然怎么会特意给你买新衣服？你说这件衣服，傅之燕，你还好意思提？你当时说是花了好几百给我买的惊喜，可我后来在你西装口袋里发现了购物小票，你那件西装花了8800，这件外套是满额赠的残次品，连吊牌都没有，袖口还有一块洗不掉的污渍，这污渍我洗了无数次都洗不掉，我穿了5年，不是因为有多喜欢，是因为我舍不得买新衣服，所有的钱都省下来给你治病，给你养家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我不该出轨，我是渣男，我不能好死，我不能好死！儿子，你别这样啊，你别打自己啊，住手啊！顾安然，你非要把我儿子逼成这样你才开心吗？顾安然，你让我哥一个大男人跪在这里扇自己嘴巴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儿子无非就是想要你点骨髓救命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傅之燕，你的表演能感动你自己，也能感动你的家人，但是就是感动不了我。顾安然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和你到底是夫妻一场，我都已经跪下来求你了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哦，拿这50块钱，你自己去买点营养品，也算我对你傅家仁至义尽。你拿50块钱是打发要饭的吗？你这是赤裸裸的羞辱我们傅家呀！我不过是把你们曾经对我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在你们身上重复一遍而已，你们就受不了了吗？我儿子就只能活1个月了，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，为他做点什么吗？放心，等他办丧事的时候，我会叫上我的同学同事，我好好收一笔礼金。我也想换一个 LV 的包。顾安然，这个贱人真给脸不要脸！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还不救我？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儿子，你别冲动，安然他就是一时赌气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想办法还有什么办法？他铁了心不想救我，我只能去找他的软肋。他最在乎的就是他老家的爸妈，我去把他们接过来，我就不信他不乖乖听话捐骨髓。哥，这主意好，顾安然最孝顺了，只要把他爸妈请来，他肯定不敢不答应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为了之燕，只能委屈他们老两口了。傅之燕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怀着孕呢，可不想天天跟个白血病患者待在一起，晦气。你要是办不好，我们就按之前说的两清，我可没时间陪你耗着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马上就去办，很快就能让顾安然捐骨髓，到时候我病一好，我们就结婚。爸妈，我们现在就去顾安然。好漂亮的裙子。小姐，这件裙子是新款，很适合你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多少钱？打完折2000元。算了，我再看看。
店员，麻烦把橱窗里那件连衣裙拿给我试一下。好的，小姐，你稍等。小姐，这件裙子太适合你了，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这件我买了。小姐，你换下来的衣服忘记拿了，扔掉吧。喂，妈妈。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女婿，亲家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？我这都没准备什么像样的菜，你们先坐，我这就去菜市场买点新鲜的鱼虾。师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摔东西？怎么了？让顾安然滚出来！安然怎么了？他害我得了白血病，晚期你们自己看。他早就知道我得了病，却一直瞒着我，还偷偷转移了我所有的财产。现在嫌我是个累赘，逼着我离婚，见死不救。是啊，亲家，安然太狠心了。之夜现在命悬一线，骨髓配型成功的只有安然，我们全家都等着他捐骨髓救命，他却铁了心不救，还卷走了家里的钱。不可能，安然不是这样的孩子，他从小就善良懂事，对之燕更是掏心掏肺，怎么可能害你得白血病，还卷走你的钱？是啊，之言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没说开的矛盾？你先冷静点。哪来的误会？他都已经跟我离婚了，拿着我的钱逍遥快活去了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赶紧让他给我滚出来！爸妈，安然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太欺负人了！顾安然，你总算来了，要么现在在这协议上签字捐骨髓，要么就对你爸妈不客气。傅之燕，你敢动我爸妈一下试试？这里是我家，你私闯民宅，损坏财物，还威胁老人，我现在就报警！顾安然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我哥都快死了，就等着你捐骨髓救命，你却冷血无情，见死不救，还有脸报警？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毒妇！我忘恩负义？到底是谁忘恩负义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没天理了！这个丧门星逼我儿子打3份工，硬生生把他累出了白血病。现在我儿子命悬一线，就等着他捐骨髓救命，他却狠心不救，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污蔑我儿子。傅家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狠心的媳妇儿啊？姑娘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前夫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都快不行了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这姑娘当初是不要彩礼嫁过来的，原来心里这么狠啊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没有逼他打工，他的白血病是5年前就确诊，我没日没夜打工攒钱，就是为了给他治病，甚至愿意捐骨髓救他。可他呢？误以为我得白血病，立刻跟我离婚，把小三带回家，逼我伺候他们，还逼着我退掉为他买的靶向药。现在他知道真相了，就来威胁我爸妈，逼我捐骨髓。这样的人，我凭什么救他？你胡说！你就是想骗我们傅家的钱。我儿子身体好得很，怎么可能5年前就得了白血病？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嫉妒我哥有了新欢，故意报复他。我哥要是真得了白血病，怎么还能让柳如烟怀孕？我没有胡说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这是傅之燕的白血病诊断书，上面明确写着时间，就是在5年前。如果我真像傅家说的那样忘恩负义，我怎么会5年如一日的照顾他？这是我做的配型报告，还有价值280万的靶向药订单。这些报告证明了我曾经一直在全心全意的想办法救傅之燕。各位乡里乡亲，我也是在这个村长大的，我知道你们其实内心善良淳朴，看不得有人受欺负，喜好打抱不平。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，误把施暴者当成了受害者。我顾安然做事问心无愧，于情于理都对得起傅之燕。这报告上面确实写的清清楚楚，证明顾小姐的话都是真的呀。他们刚才说的话简直就是污蔑呀，差点就被他们给骗了。我村不欢迎你们，你们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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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不相信你们的鬼话了，你们别妄想让我捐骨髓了，还不赶紧放开我父母！我要是放开这2个老东西，那我的病怎么办？既然你的骨髓和我的是全相合，那你爸你妈的骨髓也一定和我是全相合的吧？顾安然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想干什么？
我想干什么？你既然不给我骨髓，那我就只能要他们两个的骨髓了呗。傅之燕，你逼我捐骨髓还不够，竟然还逼我爸妈！你既然如此卑鄙无耻，你真是禽兽不如！卑鄙无耻、禽兽不如的是你，你忘了吗？你5年前掉入河里，是我奋不顾身跳下河里救你上来的。我救人的见义勇为奖状都还在你家放着呢，你现在忘恩负义，我只能让你爸你妈替你还我的救命之恩了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大家好好看看，我儿子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这个见义勇为奖就是救顾安然得的。当初救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顾家跪在地上，对我们傅家千恩万谢，并且承诺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救命之恩。我儿子现在白血病晚期，结果他们一家人都不认账，你们评评理，有他们这样的吗？姑娘，救命之恩要报啊，不然一辈子都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如果不是我当年莫名其妙掉到河里，现在就不用遭受你们的威胁。你现在说这么废话有什么用？这骨髓到底是你捐，还是你爸妈捐？快点说吧，我可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。傅家的，你们不要为难我闺女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想要骨髓就拿我的吧。傅家的恩情我替他还。闺女，你别怕，不用担心我们，只要你不受到伤害就行。你们老两口想逞英雄是吗？好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走，现在就跟我去医院。我同意给你捐骨髓。放开我父母！顾安然，你不是很牛吗？不是说永远不给我捐骨髓吗？现在不还是乖乖听我的话？就是，昨天在医院直接手术多好，就瞎耽误功夫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闺女，咱不捐，你这么多年为他们傅家付出了这么多，这恩情早就还完了。闺女，你还年轻，爸都一把老骨头了，捐就捐了，不碍事的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这只是一个手术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还有完没完啊？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就一个小手术而已，搞得像生离死别似的，乡下人就是没见过世。走之前，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就是要你跟我爸妈道歉。你们傅家今天擅闯我父母家，不仅在这里胡搅蛮缠、摔砸东西，还口出恶言污蔑他们。他们在村里老老实实、本分的生活了一辈子，从来都没有被这么欺负过。你现在就立即向他们道歉。你让我道歉？你和我生活了5年，看我给谁道过歉？你再废话，我把你和你爸妈一起带走。傅之燕，我答应给你捐骨髓，不过是念你的救命之恩，而不是你的威胁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在众目睽睽下，你能带走谁？不信我可以马上报警。儿子，道歉又少不了一块肉，你就答应他吧。你的病可拖不起了，要赶紧手术的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顾安然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条件？赶紧都说了吧。第2个条件，做完骨髓移植手术之后，我和你傅之燕，包括你们傅家，将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保证以后永远都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顾安然，你想多了吧？做完手术之后，我会立马跟嫣嫣结婚，然后马上去世界旅行，过2人世界。你以为我还想搭理你？应该是我提醒你，不要打扰我和嫣嫣的生活。就是，真是自作多情。等手术完了，我哥都病好了，你以为你还有用？你答应的话，那就3天之后在医院见吧。顾安然，我劝你别耍什么小聪明。如果3天之后在医院看不到你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善意，我会天天来问候叔叔阿姨的。大家在这里都做个见证，顾安然答应给我儿子捐骨髓了。如果他3天之后不去医院，就掐反悔。我们傅家是绝对不会让顾家好过的，就是把他家房子烧了，你们也都别拦着。我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嫣嫣，让她先选几个结婚的好日子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大家都来啊，请大家喝喜酒。哈哈，哈哈哈。这是一家什么人呐？刚刚和你离婚，就要和情人结婚，还请咱们村民喝喜酒，真是不把咱们家放在眼里啊！都是妈不好，让你嫁给这样的人家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当初傅之燕救你回来，我就是觉得她善良正直，才同意让她娶你的。怎么现在就变成一个流氓了呢？爸妈，当初是我愿意嫁给他的，你们别自责了。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安慰我们，闺女，你就是太懂事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为别人活着，从来都不想自己。等到时候出去旅游，我和你爸出钱请你出去玩。对，闺女，我们出钱。谢谢爸妈。
这不是5年前我落水被傅之燕救上来的那一天吗？可我怎么记得他当时说自己是路过呢？这不是5年前我落水被傅之燕救上来的那一天吗？可我怎么记得他当时说自己是路过呢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可吓死我了，幸好我反应快。谢谢你救了我。谢什么？难道我看到你落水还能见死不救吗？不过幸好我刚好路过，不然你真的就危险了。对了，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家吧，换身衣服，不然要感冒的。姑娘，要不要我帮你打120啊？人都被我救上来了，还去什么120？小姐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我家就在前面。没事儿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单身，正找对象呢。你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。好巧啊，我们都是单身。你说这算不算缘分啊？哈哈，你说，要是放在过去，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？我随便说的，你不用当真哈。傅之燕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？当初傅之燕救你回来，我就是觉得她善良正直，才同意让她娶你的。怎么现在就变成一个流氓了呢？难道傅之燕当年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我要调查一下。当年那个环卫工人一定看到发生什么。大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5年前就是在这里落水的。哦，我记得，我想起来了。姑娘，你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都这么瘦了。那你还记得他吗？当年就是他救我上来的。什么？姑娘，我怎么会不记得他？当年这事儿，我心里憋了5年，总觉得对不住你。可那时候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敢把真相说出来。大叔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不是说他只是刚好路过吗？哪是什么路过呀？那天我就在这附近打扫，亲眼看着事情的全过程。有人落水了，快救人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可吓死我了，幸好我反应快。哪是什么路过呀？原来所谓的救命之恩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原来他的见义勇为奖状，不过是用卑劣的手段换来的虚假荣誉。原来我5年来的掏心掏肺、百依百顺，都是建立在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。姑娘，当年我也是怕他报复，没敢说。这些年我心里一直不好受，今天总算把真相告诉你了。你这5年是不是跟着他受了不少苦啊？苦，当然苦。姑娘，但从今往后不会了。
5年的恩情，5年的付出，5年的自我感动，终究不过是一场笑话。你欠我的，我会连本带利的讨。妍妍，等手术做完，你和之燕就赶紧办婚礼吧。到时候你也快生了，我们傅家也终于有孙子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啊！儿媳妇，你生完了就把孩子放我们这儿，我们老两口给你带，绝对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老婆，我都计划好了，你看，欧洲双人游的机票我都已经买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好好过过2人世界。傅之燕，你自己白血病末期不知道，别碰我，恶心死了！我还没嫁给你们傅家呢。你们不是说顾嫣然今天来手术吗？人呢？不会是你们傅家合起伙来骗我吧？嫣嫣，你是未来儿媳妇，我们怎么会骗你呢？你放心，就算给顾安然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不来。妍妍，你看，顾安然来了，我可以马上手术了，我没骗你吧？你怎么磨磨蹭蹭现在才来啊？让我们全家等你这么长时间，赶紧去换手术服，手术完了我还要和妍妍结婚呢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耽误我儿子好事儿。顾之燕先生，顾安然小姐，现在可以手术了，请把随身物品交给家属保管，跟我去手术室吧。好，我们马上跟你去手术室。顾安然，你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跟我去手术室？护士小姐，我现在不想做手术移植手术了，请问需要办理什么手续？什么？顾小姐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护士，我不同意，他不能签字，今天他必须和我手术。是啊，护士，你别听他的，他都答应我们傅家做手术的，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啊！他不手术，那我儿子怎么办啊？手术是每个人的自由，更何况顾小姐是骨髓捐献者，她有权利选择做还是不做。顾小姐，你要确定不做的话，就签字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跟医生说取消手术。傅先生，你和你的家属可以回去了。傅之燕，你不是说你搞定顾安然了吗？怎么他现在连手术都不跟你做呢？说好的3天到了，以后别联系我。妍妍，你别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救我的。滚开！我现在看你就恶心，自己慢慢等死吧。妍妍，妍妍，你还怀着我们傅家的孙子，不要走啊！顾安然，你把我们傅家的儿媳妇都逼走了，现在傅家马上出生的孙子也没了，你就是想看我们傅家家破人亡吗？顾安然，你敢耍我？你3天前亲口答应我要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，要给我捐骨髓，全村人都听到了，你现在却出尔反尔。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既然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，我们现在就去他们老家算账。对，我就拿着这张见义勇为奖状过去，让全村人都知道你们顾家恩将仇报，要让你们身败名裂，永远都抬不起头。你们不用去了，我已经帮你们把我们村的村民还有我爸妈都叫过来。他怎么把村民都叫到医院里来？他要干什么？他能干什么？无非不就是虚张声势吗？安然，我早上接到你的电话，就立马召集村民过来了。你说有重大的事情要说，到底什么事儿呀？爸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各位乡亲，让大家一大早赶过来辛苦了。我只是想让大家做一个见证，以免日后我们顾家再遭受傅家的不白之冤。3天前，我确实答应了傅之燕，同意把骨髓捐给他。你们也都在场，但是现在我反悔了，决定不做此事。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，不仅出尔反尔，还不知廉耻的告诉所有人，你拿我儿子的命当儿戏吗？姑娘，你这不是说话不算话吗？答应好的事情怎能反悔呢？况且人家还救过你的命啊！是啊，你这不得让人戳一辈子脊梁骨吗？顾安然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找来的村民们都站在我这边，要不是我，5年前你早就掉河里淹死了，还轮得到你在这里嚣张？我一辈子都是你的救命恩人。现在我得了白血病，就是你报恩的时候。今天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必须给我进手术室捐骨髓。今天必须救我儿子。顾安然，我看你今天不给我哥捐骨髓，能走出医院吗？大家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。傅之燕说的没错，我5年前确实是掉过河里，也确实是他救上来的。
但是他故意漏掉一件事，也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当年的真相。傅之燕，你刚才一直在讲你跳到河里救我出来，那你跟大家说说，我当时是怎么掉到河里的？你怎么掉河里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少在这转移话题。傅之燕，你真以为我还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告诉大家，当年我就是被他推下河里，然后又假装路过救我上来。闺女，你说傅之燕先把你推下去，又把你救上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那次见义勇为是自导自演的啊？他胡说！你们大家都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为了不想给我捐骨髓，乱说的。我儿子不是这种人，大家你们别听这个毒妇的话。你说我推你下河，你的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污蔑。你们以为我没有证据会把这件事说出来吗？傅之燕，你和我离婚之后，我一直重新审视这5年的婚姻。既然你一直对我虚情假意，那你当年所谓的救命之恩也一定有蹊跷。这是我在交通局找到的当年的监控录像。我看看。真是傅之燕把我闺女推下河的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哥，看来监控真的拍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亏我还把你当成我闺女的救命恩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闺女嫁给你。你还拿着这个奖状到处威胁我们，逼我闺女捐骨髓。这家人真是诡计多端，为了骗人家姑娘结婚，不择手段。就他这个德行，不用这种下贱的招数，肯定一辈子打寡棍了。现在还想骗人家骨髓，真是不要脸！傅之燕，你故意推我下河是谋杀未遂，有这个监控视频当证据。我要是起诉你，你起码要坐3年大牢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大胆，禽兽，狼心狗肺，一家不同之人！不，这视频是假的，是合成的。顾安然，你为了不捐骨髓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这是原始监控文件，带有时间戳和公章，需要我现在联系警方当场验证真伪吗？你，傅之燕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在你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好好享受吧。你呸！爸妈，我们走吧。儿子，我和傅家什么时候被这么欺负过呀？真是作孽呀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要是没了，傅家的香火可真就断了啊！你倒是说话呀！儿子，之燕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醒醒啊！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这次休克已经很危险了，要是还找不到匹配的骨髓，恐怕……儿子，你醒了！我儿子怎么又咳血了啊？医生，你快想办法呀！他现在是白血病晚期，而且病情还在恶化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他现在只剩下10几天的寿命了，能救他的只有一个办法，
就是骨髓移植。你们找不到愿意捐骨髓的人，就只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！顾安然的骨髓我一定要弄到，我一定要弄到！儿子，你想怎么做？是啊，哥，只要他不同意，医生就没办法给你做手术啊。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里的医生不能给他做手术，那我就给他换一个地方。儿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朋友是开黑骨髓，就在老城区，他们有可以做骨髓移植的设备。父亲，你晚上去一趟，告诉他们顾安然的地址，让他们去绑人。哥，可是这好像是违法的吧？你哥都要死了，还管什么违不违法？顾安然他自己不同意做手术，就别怪我们出此下手。晴晴，这是咱家所有的钱，你都带上。他们不管要多少钱，都给他们，只要能救你哥的命就行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老顾，你怎么喝上酒了呢？你不是戒了好久了吗？今天我高兴啊，给你也倒上。安然，你就饮料吧。安然，爸庆祝你今天自由了，你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过去的那几年，你受苦了。都过去了，我们干杯！干杯！安然，你不是想全国旅游吗？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，记得拍几张好看的照片给我和你爸发过来。对，多拍几张。你们到时候觉得哪儿风景好，就自己拍呗。我和你爸都老胳膊老腿了，还去什么？来不及了，去欧洲的票我都给你们买好了，咱们仨一人一张。你这孩子，票钱很贵吧？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。对，我们全家一起去，好好潇洒潇洒。妈，你看我爸思想觉悟就是比你高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全家一起去。爸妈吃菜。妈，去欧洲要坐10几个小时飞机呢，你和我爸快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收拾完就马上就睡了。妈，我出门倒个拉哈。好，慢点啊。你是什么人？放开我！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啊？这到底什么地方？兄弟，你这个地方挺隐蔽啊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啊。我这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生意，当然要隐蔽啊。师父之眼的声音。顾安然人呢？你不是已经抓回来了吗？我办事你放心，他正在里面睡得香呢。嗨，没骗你吧？兄弟，还是你厉害啊！顾安然这个贱人，前几天还跟我耀武扬威的，现在还不是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？这就是和我傅之燕作对的下场。对了，兄弟，他不会醒过来吧？我办事你就放心吧，我打的药量足够让他3个小时醒不过来了。什么时候可以手术？大概再等半小时，他的药效减少一点，就可以抽他的骨髓了。好，我点了烧烤，一会儿外卖就到了，我们边吃边等。
那个设备就是专门做骨髓移植的。兄弟，不是我不信任你，我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风险？一会儿我只要给你做完手术，你就立马生龙活虎的了，白血病马上就好了。我的诊所环境的确有限，做这种骨髓移植的大手术，对于骨髓供体确实有感染的风险，但是对骨髓泄体，也就是你，完全没有任何风险的。那太好了，只要我没有风险就行。顾安然这个贱人死了都没关系。不过老弟，你得准备好钱啊，而且是一笔大数，50个。兄弟，我看你脑子挺活上的啊。他整个人都躺在那儿了，你怎么还在意这点小钱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连骨髓移植都可以做，难道解剖不行？他的心肝脾胃肾还有眼角膜，哪一样不值50万啊？这些就当我免费送给你了，够意思吧？当然你得做完手术之后再挖他的器官啊。是啊，这些器官加在一起，卖到黑市至少可以卖1000万啊！老弟，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前妻啊，你真狠得下心来。我只在乎他的骨髓。谁呀？你好，外卖。别紧张，兄弟，是我叫的晚上饿，给你加了餐。必须要抓着这次求救机会。先生，您的外卖。您这里真是够偏僻的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和你有关系吗？赶紧滚蛋！这么凶干嘛？那2个矿泉水瓶和帽子不能是故意摆的，难道是向我传达什么消息吗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是代表110。刚才那地方那么偏僻，连信号都没有，确实很可疑啊。喂，110吗？有人有危险，你们快来啊！老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准备手术了。半小时终于到了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快点抽他骨髓吧。先抽他的骨髓，也就是他的造血干细胞，装满这一根针管就足够你用了。快点抽吧！你还想跑？顾安然，你既然被我抓到这儿了，就别想跑出去。这人，你这是非法囚禁，是盗取器官，要判死刑的，你知道吗？死刑？兄弟，他跟我说死刑。你都快要死的人了，还是担心你自己。臭娘们儿，你敢偷袭老子！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自杀！你别想拿到我的骨髓！老子这什么药都有，信不信老子一针下去就能毒死你？这你还能威胁我？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看得准针管了吗？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只要一针下去，就能把你的骨髓抽出来，我就能活命，我就能变成健康人，妍妍就能回到我身边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都蹲下，双手抱头，快点！
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接到有人报警，说这里有人有危险，是这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警察大哥，误会是误会，我们是闹着玩的。对，一定是有人报假警。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说实话，快点！警察大哥，你不懂，我们是在玩情趣游戏呢。她是我老婆，就喜欢受虐。现在年轻小姑娘就喜欢玩这些。那这些针管是干什么的？这就是我们的情趣道具啊，都是假的，糊弄玩的。没错，都是我们在网上买的假道具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，他们要抽我的骨髓。你胡说什么？姑娘，乱说就撕烂你的嘴！都给我蹲下！姑娘，你说他们要抽你的骨髓，什么意思？没事，不要怕，你慢慢说。他是白血病晚期，只有我的骨髓可以救他。我不同意捐骨髓，他就勾结这个开黑诊所的，把我绑到这儿来，要强行给我手术。他们俩还密谋要把我身上的器官卖给黑市。警察大哥，你们别信这个娘们的，我可是守法公民啊，从来都不做违法生意啊。那个设备就是专门做骨髓移植的，一会儿我只要给你做完手术，你就立马生龙活虎的了。不过老弟，你得准备好钱啊，而且是一笔大数目。你连骨髓移植都可以做，难道解剖不会吗？他的心肝脾胃肾还有眼角膜哪一样不值50万啊？这些就当我免费送给你的，够意思吧？当然，你得做完手术之后再挖他的器官哈。顾安然，你放心，我会让傅之燕悄无声息的消失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顾安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是想害我死是不是？你个毒妇！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！给他们两个都铐上，送到警局。我死也不会放过你，死也不会放过你。顾小姐，你手机里的录音文件要发我一份，当做法庭证据。好的，警察同志，傅之燕她什么时候能被宣判？她现在是重犯，应该会很快开庭的。这里要马上查封了，顾小姐，你跟我们出来吧。好。顾小姐，我们已经帮你联系你的家属了，他们应该很快就来了。谢谢。安然，你有没有事儿？有没有伤啊？傅之燕那个混蛋有没有伤到你啊？爸妈，我一点都没事，幸亏警察同志来得及时。谢谢警察同志了，你们辛苦了。没事儿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和你爸在家都担心死你了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本庭现在宣判，傅之燕犯非法囚禁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意图倒卖器官罪，现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但鉴于其身患重病，缓期半年执行。本庭宣判完毕，闭庭。太好了，这个恶人终于受到法律惩罚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晴晴，你哥他病了，你就照顾一点他嘛。我还有事呢，以后也别找我，要撕不撕的，这不是折磨人吗？早点撕了算了。晴晴，晴晴，老傅，你来帮之燕换衣服。我是他老子，哪有老子伺候儿子的啊？你自己弄吧。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儿子，你要说什么？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还能怎么办？妈也不想你死啊。但是法院判你够人刑，我和你爸都认命了，你也认命吧。妈保证到时候风风光光的给你送走。就这么死，就死了。儿子，之夜，难道21床的病人去哪儿了吗？好像是往外面跑了。爸妈，一会儿就要上飞机去欧洲了，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旅行呢。以后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。去往希腊的旅客请注意，马上开始登机了。爸妈妈，我们要登机了，去排队吧。
顾安然，去死吧！纸燕，怎么了？纸燕，纸燕，纸燕，爸妈，该登机了，我们走吧。傅先生已经是终末期了，情况不太好，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还是想留院的话，记得续一下住院费。儿啊，我们老了，还得留点钱养老送终。纸燕，妈对不住你，但妈真的熬不下去了。妈再喂你喝最后一次粥，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又这样，你就不能好好的？律师给我发消息，他那案子缓刑期内死了，我们还得去办手续，真是一堆破事儿。哥，这张卡上还有300块钱，你现在也吃不进去什么东西，死前多喝2口粥也够了。我托人在外地找了个工作，马上就走。你再好也好不了了，我们总得有人继续活吧。晴晴，别走。妈，睡。纸燕，慢点咳，别伤了嗓子。来，喝点梨汤润润喉，医生说这个对你咳嗽好。喝什么喝？难喝死了！天天都是这个，你就不能换点别的？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就拿这种破东西糊弄我？他那时候那么好，我为什么要变？顾安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误会你，不该打你，不该把小三带回家，不该抛弃他。顾安然，你回来，你回来骂我打我，怎么对我都好，我只要你回来。哟，这不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傅大少吗？怎么才几天不见，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你别得意，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是我傅之燕的种。你就算找了新欢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你的孩子，傅之燕，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你也不撒泡尿，照照自己什么样子？什么？我告诉你实话吧，这孩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你。怀的是他的骨肉，接近你，骗你说怀了你的孩子，不过是看你傅家还有点钱，想骗一笔彩礼和房子罢了。你真以为我会看上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废物？宝贝，别跟这种快死的人浪费苦舌，太晦气了。我们走吧。要不是发现你得了白血病，是个无底洞，我还能多陪你演演戏。现在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傅先生，刚好你在这儿，你已经欠缴3万块医药费，医院没办法再继续收治你了，请你现在离开。护士小姐，求求你再通融几天，我家人很快会来给我交钱的。我不能走，我会死在外面。你已经拖欠1周了，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再不离开我就叫保安了。保安，走。这人看着好吓人，脸色跟纸一样，是不是有传染病啊？离远点。肯定是没人管的流浪汉，穿成这样就敢出来，真火！快走快走，别乱看。
说你对我好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爸妈，你们快过来！这里的沙子好软，海水也好舒服。咱们安然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自从离开那个家，他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以前都是为别人活，委屈自己，以后啊，他只为自己活，天天都这么开心。爸妈，我好喜欢这里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算计，没有糟心事儿，真好。喜欢，咱们就多待几天，住到你腻为止。以后想去哪儿玩，爸妈都陪你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对，以后咱们一家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气，再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只为自己活。安然，等旅行结束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是啊，想做什么工作，想去哪里发展，爸妈都支持你。我昨天把咱们一路旅行的风景视频剪好上传了。我想做旅游博主，做自媒体，拍遍全世界好看的风景，把自由和美好都记录下来。好，爸妈全力支持你，你喜欢就好，只要你开心，比什么都强。快打开给我们看看，你拍的视频什么样？我的天，第一条视频就100万播放，我们安然也太厉害了！好样的，我就知道我女儿一定行。以后爸爸给你当摄影师，妈妈给你当助理。我爸我妈卖了房子跑路，我妹妹拿着钱去外地工作，不管我死活。他们抛弃亲生儿子亲哥哥，我得了白血病，他们见死不救，我好惨啊！你们不管我，抛弃我，卖房子跑路，我也不让你们好过，谁都别想安生，全都给我陪葬，全都给我陪葬！哪个天杀的干的？缺德带冒烟的！我要报警！我一定报警抓你们！别喊了，越喊越丢人。现在全小区、全网上都知道了，我们一露面就被人骂。就是他们家吧？亲生儿子白血病晚期，不管不问，还卖房子跑路，真够狠的！虎毒不食子，他们比畜生都不如，活该被人堵门屠墙。以前就看这家人刻薄寡情，果然没好心。现在报应来了，还有脸回来？赶紧滚吧，别脏了我们这儿的地方！我们会所不欢迎你这种人，滚！老板，怎么了这是？昨天不是说好今天给我介绍李哥的吗？介绍个屁！老子都不够丢人的，你自己上网看看，你已经火出圈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爱滚哪去滚哪去吧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很会伺候人的。喂，醒醒，这里不能睡觉，赶紧走。死人了！有人死在这里了！我的新生活开始了。